今天选鱼放养，终于让水池有了活力，还是翻车了。前院的山崖瀑布水景池，经过2个多月的打造，总算迎来了结局。听从大家的建议，养群锦鲤活跃气氛。打造的过程虽然经历了多次换水，就这样直接放鱼，心里多少还是有点没底。为了稳当，先在湖里看看有没有愿意上岸做志愿的。我们先试试水质情况。最近湖水日渐上涨，之前打造的湖边宝坎已经被淹没了大部分，湖水还会上涨大概1米左右。哇，兄弟们，发现了鱼群！面对这样的挑衅，迫于无奈，只能给予回应。开张了，开张了！鱼群都还在那里，看一下什么鱼？应该是鲤鱼，金黄色的。第一条鱼虽然比较小，但是不影响测试的可靠性，心里还是有点激动。为了表示我的诚意，就按照最高规格进行了接待。之后就没有太多惊喜，都是一些小咖米。不过小鱼能生存，那水质应该没问题。今天我们要去找几条湖里起来的狠货，湖边有很多鱼商，这些鱼大多数都是钓鱼佬卖过来的，技术不够，只能这里来凑。这段时间湖水上涨，大鱼不好找了，跑了几家就只买到了2条3斤多的鲤鱼。距离我想要的30斤只差1个0，终于在第7家店看到了狠货。这条有20多斤，遗憾的是背部有伤，养起来有点费劲。另外3条也有10多斤，但都有伤，选了条稍微好点的，重量只有12斤，先接回去看看效果。2条小的没什么压力，就直接放进了水池。大的这条有点伤，放了点盐泡了一会儿，消毒之后再放进了水池。新环境有点陌生，可能还需要适应一段时间。现在水池里从几两的小鱼到10多斤的大鱼都具备了。今早又接到线报，昨晚收获1条15斤的鲤鱼，最主要身上还没有什么伤。自从昨天看了狠货，现在对小鱼完全不感兴趣，只期望老板早点帮我找一条更大的巨物。这条鱼长度虽然有70多厘米，但是放进水池根本感受不出它的魅力，只有一团黑影游来游去。今天去市场挑选几条锦鲤，看看效果如何。果然同样大小的鱼，有了纹身气质就是不一样，真不敢想象水池里有几条这样的锦鲤是什么样的画面，居然还能上手。下一秒口袋又让我认清了现实，和老板交谈受益匪浅，新池还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。对于新手小白的我，可能去渔场挑就像菜市场一样，按照重量来算的，因为路程有点远，鱼就分开装袋，3到4条装在一个袋子里，充满氧气再密封上。锦鲤还是第一次养，先挑选了17条，我们先试试水。路上运输了2个多小时，担心会出现问题，到家就迫不及待放进水池看看效果。最近气温和水温相差并不大，但是为了稳当，还是在水池放置了半个小时过温，等鱼适应了水池的水温就可以放出来了。有没有懂得帮我看看这些鱼是什么品种？刚开始养根本分不出品种和品质，挑选时也就是按照自己喜欢的颜色来选的，1分钱1分货，想要有性价比，品质肯定就赶不上昨天在市场上看的那些，毕竟这么多都买不到昨天的1条。对比鲤鱼，锦鲤体型看起来就要小很多，刚来到陌生的新环境，还没有熟悉地形，鱼群现在都是趴底在游动的，水面因为开着过滤和供氧，根本看不清它们的状态，只能等它们熟悉了环境，再喂养一段时间，培养了信任，到时候漂浮在水面上活动时，才能体现出它们的价值。气氛都到这里了，就随机打捞1条，今天就烤了它给大家助兴。也是这次去渔场才明白，家鱼不能与锦鲤混养，事已至此，只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。之前买鲤鱼就是担心如果水池养不活，还可以人工消化掉。事实证明预判是对的，虽然没有出现意外，但为了养好这群锦鲤，不出意外的话，未来1周都不用买菜了。终于好了，1个字。全家经过2个月的打造，终于将想法照进了现实。一个不仅能游泳玩水，还能养鱼观景，实现随吃随抓，最主要还有流水瀑布充当门海照壁的多功能水景池就完成了。